俄军发动最大规模坦克攻势，遭遇乌军强阻，损失惨重。泽连斯基接受采访，北约再不提供援助，乌军将不得不撤退。战场攻防愈演愈烈，俄乌展开特殊的军备竞赛，微波武器提上日程，美军再添防空反导手段。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本想取得战场优势，但结局让俄军难以接受。3月30日，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在托南克定居点发动了整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攻势之一。俄军第90近卫坦克师的第6装甲团出动36辆主战坦克与12辆 BMP 步兵战车以及大量步兵，向乌曼斯克耶的乌军第25旅阵地发起了营级规模的装甲冲锋。但在这场冲锋中，俄军遭到了乌军的强烈反击。在自杀式无人机与精确弹药的联合打击下，12辆坦克与8辆 BMP 被乌军摧毁。这也是自去年10月份乌军发动阿夫迪夫卡战役之后的最大一次装甲冲锋。在6个月的阿夫迪夫卡战役中，俄军已经损失了上千辆装甲车辆。此次进攻有点孤注一掷了，一次进攻就损失了40%以上的装甲力量以及大量步兵。显然，俄军觉得乌军缺乏援助、缺乏弹药，打算趁这个机会对乌军阵地发动强攻。但结果是惨烈的，乌军尽管缺乏后勤补给，但依旧可以依靠着地雷、火炮以及自杀式无人机对俄军装甲部队造成致命打击。这是乌军在兵败阿夫迪夫卡之后首次打的漂亮仗。虽然不能扭转这片战场的防御态势，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俄军在此地的攻势。此前，在乌东地区克雷明纳方向，俄军在一次进攻中就损失了3辆步兵战车与10几名士兵。在扎波罗热地区的罗伯季涅方向，俄军装甲纵队也曾遭到猎杀，损失数量比这场战斗还要多。在整个3月份，俄军已经损失了28000兵力，同时还有5000余件军事装备被摧毁，包括376辆坦克、739辆装甲车、976套火炮系统、53套防空系统以及数艘舰艇等大量装备。俄军损失人数最多的战场是在阿夫迪夫卡战场上，大约损失了1300余人以及数十台重型装备。事实上，为了能彻底拿下阿夫迪夫卡，俄军仍在一步一步向阿夫迪夫卡以西推进，根本不在乎会损失多少人。而在巴赫穆特方向，俄军同样进行着机械化进攻，遭到乌军自杀式无人机与火炮的精确打击。但泽连斯基对战场局势并不乐观，这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的。法国4月将派兵。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为了进入乌克兰作战，法国外籍军团已经在3月份组建了编制1500人的营级战术群，可能将在4月中旬完成战备，正式进入乌克兰作战。对此，法国还未进行回应。从今年2月份开始，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多次表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虽然遭到了北约盟友的反对，但法国并没有停下脚步。在3月份的时候，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公开表示，根据俄罗斯获取的情报，法国正在准备向乌克兰派遣特遣部队，人数规模达到2000人。但法国军方担心，无法将这么大规模的作战部队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乌克兰。针对北约盟友的担心，马克龙表示，如果派遣到乌克兰的军队成为俄军的目标，法国不会将北约拉下水，同样也不需要美国根据北约集体防御条约直接参与到俄乌冲突之中。此外，马克龙还表示，当初法国在非洲的军事行动中就出现过伤亡，但并未向北约进行求助。北约拟设军援基金。4月3日，北约在布鲁塞尔的总部召开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上呼吁，向乌克兰提供长期支持，提议为乌克兰提供一项价值1000亿欧元的5年期支持基金，并要求北约成员国根据北约国防预算的缴费比例向援乌基金捐款，并希望在7月峰会上敲定这项计划。迄今为止，北约为了避免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一直向乌克兰提供非致命性的援助。但到了现在，北约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以更可持续、更长期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而北约最适合承担这个任务。根据这项计划，北约还将从拉姆施泰因小组手中接过一些协调工作。这是一支在2023年成立的团队，
主要为乌克兰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供应。作为这项计划的一部分，北约还将成立一个乌克兰特派团，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支特派团会不会在乌克兰境内展开行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泽连斯基再次对美国发出求援呼声，并表示没有美国援助，乌克兰将不得不撤退。显然，在3月份，乌克兰取得了不错的战果，摧毁了俄军数量众多的装备，但同样也是一个危险的月份。为了对抗俄罗斯，乌克兰全国上下已经血战2年多，但依旧无法完全收复领土。如今更因为北约援助的延缓，使得前线乌军面临着巨大压力。不过，火力军在前面资讯中也说了，虽然整体局势很困难，但乌军仍能进行有效防御，并时常发动反击。但随着北约援助力度的变化，还是有可能造成最坏结果的。泽连斯基接受采访的地点是位于基辅的总统府，这里沙袋密布，戒备森严，几乎看不到文职人员，安保工作非常严格，就连采访者都必须交出自己的签字笔，以防遭遇危险。泽连斯基在采访中表示，乌军迫切需要包括爱国者3防空导弹在内的更多武器装备，以抵御可能的俄罗斯新一轮攻击。如果没有北约的支持，乌克兰就没有防空系统，没有电子干扰设备，没有火炮弹药，这就意味着乌军可能会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后撤，总不能让乌军兵力就这样消耗在前线。为了能获得更多军援，乌克兰也计划升级对俄罗斯军用机场、能源设施以及其他战略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援延宕这个问题上，美国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外界认为，在未来2-3个月内，美国将会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援助。根据目前局势，美国众议院在4月份表决新的援乌法案已经不可避免。只要能通过，停止依旧的对乌援助即将重新开始，包括美国军工业在这几个月生产的武器弹药在内，大量军援将涌向乌克兰。目前美国众议院正在考虑折中方案，以便能在未经议长批准的情况下对援助法案进行表决。事实上，美国与乌克兰两国的高级军事官员已经就新军援的到来进行了交流。另外，乌克兰武装总司令希尔斯基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进行了电话联系，双方讨论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未来几个月的需求，以及美国如何向乌克兰提供必要援助的问题，尤其是在加强防御俄军导弹与精确制导炸弹的攻击等方面。虽然对乌克兰来说这几个月非常困难，但至少还有希望。除此之外，捷克为乌克兰采购的100万炮弹也将在4月抵达乌克兰，大概有15个欧盟国家参与了联合采购计划，预计合同总价值达到15亿美元。至于俄罗斯媒体对外宣称的消息，也就是泽连斯基愿意放弃克里米亚来与俄罗斯进行和谈的说法，可以看看火力军昨日打假影片。另外，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3月31日签署总统令，春季征兵工作开启，将从4月1日持续到7月15日。征兵对象为18岁至30岁，需要服兵役但并未入列的人员，预计将征召15万人。根据惯例，俄军每年都会在春季和秋季征兵一次。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动员总局局长布尔金斯基表示，此次应招入伍的人员不会被派到乌克兰战场服役。不过这话能不能信，火力军就不知道了。而在战场上，一场另类的军备竞赛正在俄乌之间展开。俄超10万人签署军事合同。4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对外表示，截至目前，国防部已经招募了10万人。同时还表示，志愿参军的人数在近期大规模增加，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受到前段时间音乐厅事件的影响，然后自愿加入俄军的。根据俄罗斯的统计，目前每天能够1700余人前往招募中心登记。在过去的10天内，已经有16000余人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军事合同。2022年秋季，俄军征兵12万人；2023年春季，征兵14.7万人；2023年秋季，征兵13万人。不到2年时间，俄罗斯征兵数量已超过40万人。这些士兵都是合同兵，年龄在10岁至30岁之间，是俄罗斯青年中的中坚力量。合同兵不必出国作战，但根据俄罗斯法律，乌东4州与克里米亚如今是属于俄罗斯领土的，所以这些合同兵还是有可能会派往乌克兰战场作战的。除了合同兵以外，俄罗斯在过去2年内还动员了超100万人参与对乌克兰的作战，而且这些动员兵不允许退役，只能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以色列加强防空力量。4月3日，以色列军方宣布，
在进行形势评估之后，决定征召预备役士兵，加强以色列军队的防空力量。此次增强防空力量，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因为前2天刚刚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进行轰炸，以色列必须警惕伊朗可能会采取的行动。而在轰炸大使馆之后，有着伊朗支持的武装就对以色列展开了报复性打击行动，其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发起袭击，这是加沙战事爆发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可能到来的北部冲突，以色列通信部也在当天表示，已经要求在北部运营的公司储备电池、发电机以及发电能源等，做好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爆发全面战争的准备。在俄乌爆发后，使用了大量 FPV 无人机，在使用过程中，双方还不断加强 FPV 无人机的抗干扰能力、自主攻击能力以及打击范围等方面，同时也在寻求各种方式来防御敌方使用的 FPV 无人机。如今，双方正在展开一场另类的军备竞赛。为了能满足前线乌军需求，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无人机开发商正在开发不受无线电干扰的 FPV 无人机。最近，乌克兰还放出一段影片，展示了 FPV 无人机的自主攻击技术。一架具有自动目标识别功能的 FPV 无人机远距离瞄准一辆俄军坦克，并成功对其进行了打击行动。在命中坦克之后，坦克还发生了弹药殉爆。这不是乌军首次使用这样的技术，此次展示的系统更像是半自动的，因为目标锁定与识别还需要操作人员进行。不过，乌克兰国防工业已经在开发大型的无人机了，可以实现自主发现、定位以及识别俄军目标，并从中挑选价值最高的目标。实际上，这项技术不只是乌军在使用，俄军也装备了。根据媒体报道，自去年8月份开始，俄军就一直在测试牛虻 FPV 自杀无人机的自寻地型号。除了提高自主攻击能力以外，俄乌双方还在想办法提高无人机的打击距离与续航时间。俄军提出的方案之一就是装备具有通信中继能力的空中母机，可以将俄军 FPV 无人机投送到远超原有航程的战场，并且这类空中母机还可以充当地面控制人员与无人机之间的通信中继阶段，确保地面控制人员可以远距离控制 FPV 无人机。目前来说， FPV 无人机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航程问题，这主要受限于2个因素，其一是控制系统的信息传输距离，另一个就是无人机的电池容量。如果增加无人机体积来提升航程的话，将导致成本增加，并且增加控制信号强度，还更容易遭到定位。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目前俄乌装备的 FPV 无人机通常只能对前线目标和后方有限距离内的目标实施打击行为。俄罗斯装备的这款飞机名为 PCHE-LKA， 是一款可以垂直起降的汽油动力无人机，据说已经在乌东战场使用了。按照俄罗斯媒体的说法，这款无人机可以飞到作战半径的边缘后再释放 FPV 无人机，利用自己的航程将自杀式无人机送入敌方领土，同时还能获得优化的通信中继系统，即便在复杂地形也能保持很不错的连接。另外， PCHE-LKA 还可以充当侦察的角色，为 FPV 无人机发现目标、指示目标。在增长航程方面，乌克兰同样不甘落后。目前，乌克兰采用的手段是提高 FPV 无人机的部件性能，来延长航程。在乌军装备的 FPV 无人机中，发现了美国国防航空航天局在火星计划中使用的电池。显然，乌克兰在北约盟友的援助下，组装了一批新的 FPV 无人机，并使用了这种电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俄乌冲突正在从炮兵战争演变为无人战争，尤其是双方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让步兵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微型轰炸机。在有些特定时间内，俄军有80%以上的武器装备是被乌军 FPV 无人机或其他无人机摧毁的。为了应对 FPV 无人机，双方在广泛使用各种拦截无人机的手段。伴随着 FPV 无人机性能的提升，反制手段也会逐步改进，而未来坦克的主动防护系统也必须考虑针对类似 FPV 无人机进行优化。下面来看一下关于美军最新武器的测试。近段时间，有媒体表示，美国海军决定加速推进高功率微波武器的原型系统的研发，相关计划已经写入2025年预算文件之中，预计将在2026年开始在海军军舰上安装测试。与激光武器一样，微波武器同样是定向能武器，但却更加便宜，尤其是在反无人机方面，可以短时间内频繁使用，与激光武器互有优缺点。
微波武器可以通过高能量的定向微波，对无人机与反舰导弹等来袭目标实施有效的软杀伤。根据美国海军的消息，高功率微波武器出自海军的 MET-EOR 项目，目的是研发一种定向能武器的原型。海军计划在2026年整合到水面舰艇上，这将是海军首个高功率微波武器，也是美军各兵种共同探索的定向能武器，以此来对抗廉价的无人机。按照美国海军提交的预算文件， MET-EOR 提供每次射击成本低、弹量充足、战术意义重大的射程以及多目标近距离交战能力。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军联合部队缺少冗余有弹性的硬杀伤或软杀伤武器来应对大批反舰导弹、无人机等威胁。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多年了，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区。除此之外，还有红海地区冲突的影响。胡塞武装对美军舰艇发射了大量无人机，美军现有的拦截手段成本太高，一枚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就需要200万美元，胡塞武装一架无人机的成本却只有2000美元。而在实战中，美军为了提高拦截率，通常会发射2到3枚防空导弹来拦截空中威胁。如果拦截失败，还需要动用近防炮。美军目前装备的密集阵，开火一次就需要2万美金，同样价格高昂。按照美军预算书的规划，海军明年将对过去计划中较为成熟的系统进行一系列功能测试，然后将这些系统整合到高功率微波测试台中。在此期间，海军还将对原型设备进行设计，为舰船整合做好准备，目的是找到舰上最合适的位置，使得这些系统不会对舰船传感器或者其他系统产生负面干扰。在完成这些测试后，美军就将对某些海域的替代目标进行原型系统的露天测试。不过，在海军预算书中并未说明美军会采用哪款系统，但在去年年底与今年年初，雷神公司已经演示了相关系统，并展示了作战性能。同时，雷神公司已经与美国空军合作，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导弹靶场完成了为期3周的高能微波武器测试。在测试中，微波武器完成捕捉、追踪空中目标，并进行持续追踪，最后通过发射高度集中的无线电能量将空中目标击落。除此之外，美国海军还计划在白沙导弹靶场开发3000千瓦以上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称为 HELC-AP， 是在高能激光器 ASCM 项目下进行的，并模拟对巡航导弹等目标进行拦截测试。与高能微波 MET-EOR 项目不同的是， HELC-AP 没有可以在舰艇上部署的原型，美军只是想通过开发 HELC-AP 来为海军水面激光武器系统改进的后续开发提供必要的经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全部内容。关于俄军装甲损失惨重，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